多年前，一篇名为《花季少女拒绝官二代求爱被烧伤毁容》的帖子在网上疯传。受伤女孩名叫周岩，是一名高中生，而施害者陶汝坤和周岩是同学。因追求周岩不成，恼怒之下用汽油将对方毁容。事件发生后，施害者一家不仅不道歉，还想让周岩父母签下不符合事实的谅解书，因此惹怒周岩父母，并将此事公之于众。最终，施害者陶汝坤被判入狱12年零1个月，赔偿180万。而女孩周岩也在网友的帮助下得以继续治疗。如今10多年过去了，陶汝坤刑满出狱，而被毁容的女孩周岩又过着怎样的生活？90年代，周岩出生在安徽一户普通人家，从小不仅长得漂亮，还听话懂事、刻苦学习，是别人眼中羡慕的孩子。也因此，到了高中，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她，就成为学校的校花，追求者不胜其数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其中，陶汝坤就是其中一个。陶汝坤是一名官二代，父亲在省审计局工作，母亲是规划处处长。从小娇生惯养的他，长大后养成了嚣张跋扈的性格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只要他喜欢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。起初，陶汝坤追求周岩时，写过情书，送过礼物，希望能获得女神青睐，但都屡屡遭到对方拒绝。随后，不甘心的陶汝坤便采取了强硬手段，围堵周岩上下学。对于此，周岩曾向老师反映，但因为陶汝坤家里的职权都不了了之。无奈之下，为了摆脱陶汝坤的追求，周岩父母只能将女儿转学，希望女儿在新学校能安心学习。可谁知，仍然逃离不了恶魔的纠缠。由于陶汝坤卑劣的追求手段，造成周岩精神上的困扰，导致周岩申请休学。休学1年多后，在父母的鼓励下，他才重返校园。但刚入学不久，又遇到了陶汝坤，而这一次却让他堕入深渊。一个周末的上午，陶汝坤打电话给周岩，表示想和平解决两人的感情问题。当时，周岩将此事告知父母，但因为他们工作的较远，故请周岩小姨到家里陪伴。陶汝坤来到家中后，表面上与周岩寒暄问候，就在周岩放松警惕时，便将汽油泼向他的头发，并顺手点燃。一瞬间，火焰在周岩全身燃烧起来，但无论他如何哀嚎，都触动不了在一旁咆哮的恶魔。幸好小姨及时报警求救，才保住了周岩一命。经过医生诊断，周岩全身28%的严重烧伤，处于昏迷状态，左耳严重受损，脖子部分烧坏了皮肤和神经，手指粘连在一起，需要立刻做植皮手术。在历经7天7夜的奋力抢救，周岩终于在手术第7天的深夜睁开了眼睛。当他痛苦地用手触摸自己满脸的伤口时，才意识到曾经拥有的美貌已毁于一旦。伴随他的将是漫长的治疗，而每一次清创和换药都是一种折磨，必须打止痛针才能进行。身体上的病痛，周岩一家尚可以忍耐，但恶魔陶汝坤一家的作为却令人窒息。周岩被烧伤后，陶汝坤的父母不是想尽办法进行弥补，而是极力包庇儿子的罪行。一方面，他们利用关系为陶汝坤争取取保候审的机会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为诱饵，希望周岩父母签下不符事实的谅解书。看清陶汝坤一家人的嘴脸后，周岩父母不再妥协退让，并想通过大众舆论获得支持。于是，在事发5个月后，在网上发布了一篇帖子，揭露女儿被毁容的事实真相。最终，在舆论的推动下，陶汝坤得到应有的惩罚，被判入狱12年零1个月。对于此判决，周岩父母并不接受，立即提起上诉。2审时增加赔偿金180万元。尽管钱财无法弥补对周岩的伤害，但看到施害者得到法律的严惩，也让周岩一家和关注此事件的网友感到一些宽慰。同时，周岩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，身体得以继续治疗。北京一家整形医院愿意为其免费提供治疗。虽然在植皮手术过程中，周岩要忍受伤口撕裂的巨大疼痛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。经过几年的治疗和多次手术后，周岩的伤势得到好转，
基本恢复了正常生活。渐渐的，他也从毁容的阴影中走出来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做噩梦，躲避所有关心他的朋友和家人。他开始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故事，获得许多网友的鼓励，甚至还做起了微商，晒出自己的工作状况和收入水平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准备参加成人高考，弥补当年的遗憾，实现求学愿望。相信这一次他一定会成功。周岩的一生，凭借其积极向上的态度和美丽的容貌，本该拥有灿烂的人生，却因为恶魔陶汝坤求爱不成，心生恶意，最终烧伤毁容，令其陷入生活泥潭。但他没有因此被击垮，反而在困境中磨砺出坚强的意志，重燃生命的火焰，拾起当初的幸福与尊严。而对于陶汝坤，因为自己的专横跋扈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，在狱中度过青春最好的年华。希望出狱后他能认真悔过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吧。